作为阿尔伯塔省的同胞们，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阿尔伯塔省和加拿大的未来。阿尔伯塔人一直是忠诚、自豪和慷慨的加拿大人。我们热爱加拿大，我们曾为保卫加拿大而战，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敞开大门，欢迎数百万寻求机会的加拿大同胞。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来成为了阿尔伯塔人，也有许多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省份。所有人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省为联邦财政贡献了数千亿加元，用于加拿大其他地区，这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获得的收益。坦率地说，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家人和同胞都能从中受益。我们不要求特殊待遇或施舍，我们只是想要自由的开发和出口我们拥有的巨大资源财富，以造福我们的家庭和子孙后代，自由地追求那些与我们省份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创业、勤奋和创新的机会，自由地选择如何最好地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医疗、教育和其他所需的社会服务。即使这些做法与渥太华的想法不同，强大和自由不仅仅是我们省的座右铭，它代表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想如何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阿尔伯塔人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如此沮丧。在过去的10年里，在渥太华的历届自由党政府在他们的新民主党盟友的支持下，发起了一场法律、政策和政治攻击的浪潮，直接针对阿尔伯塔的自由经济，实际上是针对我们人民的未来和生计。他们通过 C69 法案封锁了新的输油管道，取消了多个油气项目，并禁止了将这些资源运往新市场所需的油轮。他们还在高额的工业碳税之上，又增加了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上限，使得新的能源和农业项目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除非有政府的大量补贴，而渥太华未能提供这些补贴，我们的纳税人也负担不起这一系列反能源、反农业、反资源开发的政策，已经吓跑了高达5000亿美元的全球投资，将这些投资和就业机会从阿尔伯塔和加拿大赶走，流向美国、亚洲和中东等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过去几年，我走访了世界各地，很明显，由于加拿大高昂的碳税、无休止的繁文缛节，以及联邦政府这些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混乱，加拿大已不再被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资源开发、制造业或农业投资地。结果是，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在工业化国家中垫底，世界都觉得我们疯了。我们拥有地球上最丰富、最容易获取的自然资源，但我们却将它们封锁起来，将我们生产的产品卖给南边唯一的客户，同时让那些污染环境的独裁政权抢走我们的饭碗。对于阿尔伯塔省的居民来说，联邦政府对我们省份的攻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正如我所说，这些政策已经使阿尔伯塔省损失了大约5000亿加元的投资，而且这一损失还在日益增加。它已经并将继续导致数十万人失业，剥夺了无数阿尔伯塔省居民和其他加拿大人养家糊口的能力。它使我们失去了10年的发展机遇，以及数百亿加元的特许权使用费。这些费用本可以投资于阿尔伯塔省和加拿大居民所需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更糟糕的是，略渥太华继续推行更多破坏性政策，他们对我们的天然气发电网络强制实行净零排放，导致对天然气的投资和可靠发电量减少，从而危及我们电网未来的稳定性，并可能导致阿尔伯塔省的家庭和企业的电费飙升。他们还以甲烷税、繁重的化肥法规、电动汽车强制令以及许多其他破坏性政策来攻击我们的食品生产商。这些政策提高了我们农民和牧场主的成本，并将数十亿美元的农业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干涉省级管辖权，从接管塑料监管
到强制规定我们如何运营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牙科保健，再到骚扰守法的枪支拥有者，以及其他几十个违宪干涉的例子。当然，阿尔伯塔省也奋起反击。我们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永远会如此。我们通过了统一加拿大主权法案，并2次援引该法案，以尽我们所能保护阿尔伯塔省人免受近邻电力法规和能源生产上限的影响。我们之前在法庭上击败了联邦政府，赢得了关于禁止新建管道法案和他们试图监管塑料制品这2项诉讼的胜利。尽管他们至今无视这些判决，我们最近也宣布将对近邻电力法规提起诉讼，并且还在准备挑战能源生产上限。我们一直在尽一切努力，通过各种减税和激励计划来抵消渥太华对能源、农业和其他就业部门投资的抑制，但这给省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激烈地反击了渥太华的这些攻击，并且赢得了一些重要的战役。但是，如此多的阿尔伯塔人失去了机会、工作和未来，这令人沮丧，代价惨重。越来越多的东部政客为了政治利益公开诋毁和针对阿尔伯塔省，这也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阿尔伯塔人对上周的联邦选举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偏爱的候选人和政党落败了，民主制度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而是因为几乎由同样的部长组成的自由党政府应对着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住房犯罪和预算危机，并且在过去10年里，他们一直在攻击我们省的经济，现在他们又重新掌权了。现在，正如我们所知，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我们有了一位新总理。我必须说，自从选举以来，我与他进行的第1次谈话中，他对于改变其政府的反资源政策方向说了一些很有希望的话。然而，阿尔伯塔人更看重行动胜于言语，因此虽然我将真诚地与总理马克卡尼合作，以解除过去10年里摧毁我们省和国家经济的大量破坏性立法和政策，但在我看到真正改变的实际证据之前，阿尔伯塔将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渥太华的影响。首先，我很快会任命一个特别谈判小组，代表我们省与联邦政府就我们省要求的以下改革进行谈判。我们希望这将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让阿尔伯塔人能够对此抱有信心。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称之为阿尔伯塔协议。首先，阿尔伯塔需要有保障的走廊和港口通道，通往太平洋、北冰洋和大西洋沿岸的潮水区，以便按照自由市场的支持量，而非渥太华的指令和心血来潮，向国际出口阿尔伯塔的石油、天然气、关键矿产和其他资源。加拿大除了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以外的所有省份都拥有沿海港口。鉴于我们资源的规模和价值，没有哪个省份比我们更需要港口。这将使所有加拿大人受益，带来数万亿加元的经济活动，包括数十亿加元给原住民合作伙伴。其次，联邦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对省属资源开发的干预，废除禁止新建管道的法律 C69、邮轮禁令、近邻电力法规、油气排放上限、近邻车辆强制令，以及任何旨在监管工业碳排放、塑料或能源公司商业言论自由的联邦法律或法规。这些法律正在摧毁投资信心，每年给加拿大和阿尔伯塔省造成数千亿的投资损失，必须废除。第三，联邦政府在未经阿尔伯塔省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阿尔伯塔省资源的出口征收出口税或施加限制。坦率地说，所有省份的资源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第四，联邦政府必须向阿尔伯塔省提供与其他3个最大省份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相同的人均联邦转移支付和均等化支付。我们不反对阿尔伯塔省继续资助那些有需求的小省份，但不应该出现像安大略省、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或阿尔伯塔省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互相补贴的情况。这从来都不是均等化支付的初衷，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如果联邦政府能够同意以上几点，我相信这不仅能使阿尔伯塔省和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还能消除越来越多的阿尔伯塔省人对阿尔伯塔省在加拿大未来所产生的疑虑。在与渥太华进行谈判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将任命阿尔伯塔下一步小组，我将担任该小组的主席。这个小组将由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司法、学术和经济领域的人才组成，他们将与我一起参加一系列线上和线下的市民大会，讨论阿尔伯塔在加拿大的未来，特别是作为一个省，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后续措施，以更好地保护阿尔伯塔免受联邦政府当前或未来不友好的政策的影响。关于该小组成员和范围的详细信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在专家组完成工作后，我们可能会将专家组讨论的更受欢迎的一些想法付诸省民公投，以便所有阿尔伯塔省民都可以在2026年的某个时候进行投票。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会在公投选票上设置关于阿尔伯塔省从加拿大分离出去的选项。但是，如果出现由公民发起的成功的公投请愿，并且该请愿能够征集到足够数量的签名，要求将此类问题纳入公投，我们的政府将尊重民主程序，并将该问题纳入2026年的省级公投选票中。此外，我还要明确声明，作为省长，我完全致力于保护、维护和尊重原住民、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的固有权利，因此，任何公民发起的全民公投问题都不得侵犯原住民、梅蒂斯人和因纽特人的宪法权利，并且在任何公投问题获得通过后，都必须维护和尊重第6、第7和第8号条约，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房间里的大象，也就是分离问题。我们很清楚，越来越多的阿尔伯塔人已经对阿尔伯塔作为加拿大的一部分、拥有自由和繁荣的未来失去了希望。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组织请愿，以启动公民发起的公投。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并非是应该被边缘化或诋毁的边缘声音，他们是忠诚的阿尔伯塔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他们只是受够了敌对的联邦政府对他们的生计和繁荣的攻击，他们的确感到沮丧，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沮丧。我想直接对这些阿尔伯塔人说，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的国家感到多么沮丧，也知道你们对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政客通过法律和规则，让你们失去了亲人、工作、事业、梦想以及对更美好未来的机会。有何感受？正如大多数阿尔伯塔人所知，我曾多次声明，我不支持阿尔伯塔省脱离加拿大。我个人仍然希望，在统一的加拿大中，阿尔伯塔省能够找到一条强大和拥有主权的道路。让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几个原因。首先，阿尔伯塔省已经拥有，并且可以继续利用在统一加拿大框架下的阿尔伯塔主权法案和其他措施，来对抗渥太华的许多破坏性干预，并在逆境中繁荣发展。我们也将继续在法庭和舆论中成功对抗这些违宪和具有破坏性的政策。而且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事情。上次选举表明，全国各地，特别是年轻人，对于理解自由市场和自然资源开发的重要性，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人们正在反击政府的审查和取消文化。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明白，为了让加拿大在结束国内外冲突和贫困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的国家必须再次强大起来，而我们只有通过利用我们国家广阔且无与伦比的能源、矿产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成为能源和经济超级大国，才能做到这一点。上次选举中，85%的加拿大人投票支持2位承诺将加拿大变成能源超级大国，并建设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资源走廊的领导人，而只有13%的人投票支持社会主义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团中的边缘声音及其极端的留在地下政策。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消除过去10年自由党和新民主党执政造成的损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公众舆论的这种明显转变让我看到了希望，我认为这应该给所有阿尔伯塔人带来希望。
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渥太华出于某种原因继续像过去10年那样攻击我们省，未来会怎样？最终，这将由阿尔伯塔人来决定。我将接受他们的判断，但我将尽我所能与新任总理谈判，为阿尔伯塔争取一个公平的协议。同时，如果与渥太华的谈判失败，且经济上的攻击持续，我们的政府将与阿尔伯塔省民共同努力，采取各项措施，更好地保护阿尔伯塔省的主权和经济。这场斗争不是阿尔伯塔省挑起的，但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坚持到底，最终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繁荣。最后，我想告诉阿尔伯塔省民，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省保持坚定和团结，不听信那些试图分裂阿尔伯塔省民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未来几个月对于我们省来说至关重要，会有许多省内外的人试图在我们之间散播恐惧和愤怒。他们会试图将我们分成不同的阵营，目的是边缘化和诋毁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从而有效地让邻居反对邻居，阿尔伯塔人反对阿尔伯塔人。这不是阿尔伯塔的方式，这不是我们，也不是我。成千上万的阿尔伯塔人对渥太华过去10年对其朋友和家人的生计的攻击感到非常沮丧。他们认为阿尔伯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更强大、更繁荣。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即使我们对如何应对存在分歧，这些阿尔伯塔人不是叛徒，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的省份和家庭，希望拥有比渥太华现在所能提供的更好的未来。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尔伯塔人对他们的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非常依恋和忠诚，以至于渥太华对我们省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证明阿尔伯塔省脱离加拿大是正当的。他们并不是认为一切都很完美，或者我们受到了公平的待遇，他们只是认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留在加拿大比离开更有价值。这些人也是忠诚的阿尔伯塔人，不应被指责为不够忠诚。还有成千上万的阿尔伯塔人，可能和我的想法很相似，他们对我们省份遭受历届联邦自由党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和损害感到非常沮丧，并且不愿再容忍现状。但这些阿尔伯塔人仍然相信，在团结的加拿大中存在一条通往强大、自由和拥有主权的阿尔伯塔省的可行之路，使阿尔伯塔省有能力取得成功和繁荣。在这个加拿大里，联邦政府真正尊重宪法，维护各省的权利，并授权各省追求其人民选择的独特潜力。无论我们每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或者我们认为哪条道路是最好的，我们阿尔伯塔省的人民都必须能够以尊重的态度与我们的朋友、家人和邻居辩论和讨论这些问题。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做，最终我们省将为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自由。我将永远信任阿尔伯塔省人民，相信你们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愿我们美丽的阿尔伯塔省永远保持强大和自由。